此时此刻，叶晨再也控制不住情绪，低头掩面放声大哭。年幼时，父母遇害身亡，之后的很多年，他都时常会为自己一个人的独活和苟且感到羞愧。若非李阿姨10几年如一日的关心引导，他怕是早就因此抑郁扭曲，甚至在某个时间节点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自从得到九玄天经，他才有了能力去探究父母之死的些许隐情。当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能在福利院安全长大，全是父亲生前安排的时候，那种羞愧感便瞬间倍增。而现在，当他得知九玄天经是父亲为自己所留，甚至连自己开启九玄天经的生龙命格，都是父亲将他自己命格剥离加持在自己身上时，他已然羞愧到无地自容。更让叶晨倍感折磨的是周良运方才那句话，他说剥离命格是他一生所见过最残忍的事。眼见叶晨崩溃痛哭，周良运将手放在他的肩上，宽慰道：少爷，您不必为此自责，这是您父亲心甘情愿的决定。他知道若他不将命格剥离给您，他也难逃一死，您也难逃一死。而将命格给了您之后，他虽然无力回天，但您便有了活下去并且战胜吴飞燕的机会。说到这，周良运又道：现在看来，您父亲的选择是正确的。您得到了九玄天经，假以时日，您一定能手刃吴飞燕，替您的父母报仇。叶晨抽泣中重重点头。这一刻，他才明白，原来自己早就被父亲寄以重托，灭破清晦，杀吴飞燕，是从小便已经刻在自己骨头上的烙印。也唯有实现这2个目标，才能告慰父母在天之灵，才能对得起父亲给予自己的另一重龙之命格。与此同时，叶晨也忍不住问：周叔叔，我父亲将命格剥离给我的时候，您也在场？对，周良运点了点头，说道：当时您父亲让我从美国赶过来，一来是怕命格剥离的过程中出意外，二来是他要在命格剥离之后，将装有九玄天经的玉壶春瓶交给我，好让我连夜带着它回美国。而后那玉壶春瓶就一直被我藏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，直到赖老先生破了您龙困浅滩的困境，我才将它取出，带回了华夏。叶晨迟疑片刻，还是问道：周叔叔，您能告诉我命格是如何剥离的吗？或者说，您看到的是怎样的场景？周良运迟疑片刻，摇头说道：少爷，我不知道命格如何剥离，毕竟我不是龙格，也没参透九玄经序里写的那些东西。至于当时是何种场景，时至今日，您已经没必要再知道这些，而且在下也不打算告诉您。今日在下将过去的隐情和原委告诉您，以后您就应该向前看，朝前走，不要再回首往日了。叶晨喃喃道：我只是想知道，父亲当初都经历了什么？周良运点了点头，非常理解地说道：您的心情我明白，但太多羁绊只会成为您的心魔和梦魇。别的不说，就算您让我再回忆一遍当年，对我来说亦是一种无法承受之重，所以还请少爷原谅。叶晨抿嘴半晌，轻轻点了点头。周良运见他不再坚持，便岔开话题道：对了少爷，四方宝状也被我藏在了同一个地方，您离开这里之后，一定要尽快将它取出，尽快带回华夏。叶晨点了点头，问他：周叔叔，那四方宝状被您藏在哪儿了？周良运笑道：四方宝状就藏在周家位于纽约附近新泽西州的庄园门外。说着，周良运又道：在我家的庄园门外有一对非常雄伟的石狮，在公狮的底座内有一个暗格，四方宝状就藏在那里。打开暗格的方式也不难，只需要用小型起重机或者叉车直接将公狮的身子吊起来，底座就会打开，暗格就在其中。叶晨惊讶地问道：这么重要的东西就一直在您的家门口放着？对啊，周良运微笑道，罗斯柴尔德家族早就把我们周家所有的房产、所有的铺面以及所有有关系的场所搜了无数遍了。在我家的庄园里，墙体、吊顶以及地下加起来，一共有16个暗格，
他们早就用最专业的设备翻了个底朝天，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，其实东西就在门口的石狮子里。说着，周良运又道：对了，装着九玄天经的玉壶春瓶，之前20年也一直都藏在那里，没出过任何变故。美国本来就地广人稀，只要不在市中心，家家宅邸面积都不小，华人庄园门口摆2座石狮子也十分常见。只有藏在这里，才能最大限度保证安全，否则无论我藏到哪里，行动的过程中都会留下痕迹，只要他们一点点追踪，早晚都能找到。可如果这东西就从来没离开过我家，那他们就抓不住任何线索。况且我家地处偏僻，庄园也在一条小路的尽头处，门口没有任何监控，也没有外人，整个过程都能绝对保密。对他们来说，这东西就等于是人间蒸发一样，而且食材历久弥新，莫说20年，就算200年也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影响。他可以一直矗立在那，一直守护里面的秘密。叶晨听到这里，心中也不由惊叹，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不设防的大门口，这确实需要非常强大的心理才行。由此可见，周良运自身也是一个做事很有魄力、敢想敢干的牛人。这时，周良运又提醒叶晨道：对了，少爷，虽然事情已经发生几个月，但不排除罗斯柴尔德家族还在暗中盯着我家。不过我相信以您的实力，应该不会被他们发现。叶晨点点头，周叔叔尽管放心，这点事情对我来说不在话下。等我出去之后，我会第一时间把4方宝状带回国。等我将它完璧归赵之后，就会让人放出消息，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彻底死心。说着，叶晨又想起什么，开口道：只是让他们死心，未免太便宜了他们。这件事情一定要让他们身败名裂，我会想办法让他们亲自将您送出去，还您自由。